最近李嘉诚卖掉了巴拿马运河附近的2个港口，228亿美元出手，震惊全球。可这比起他当年的经历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案，华人首富李嘉诚的大儿子李泽钜被绑架，赎金高达 10.38 亿港元。这不是电影，而是1996年发生在香港的真实事件。绑匪是谁？世纪悍匪张子强，一个让香港富豪圈闻风丧胆的狂人。他不仅敢绑李泽钜，还单枪匹马闯进李家谈判，甚至后来计划暗杀赌王何鸿燊。这家伙的胆子到底有多大？李嘉诚又是怎么应对的？更关键的是，为什么他不报警？这背后藏着什么秘密？别走开，今天我们就揭开这场现实版猫鼠游戏的全部真相，保证让你看得过瘾又烧脑。我们先从张子强这个人讲起。他1955年出生在广西玉林，家里条件不算差也不算好，算是个不上不下的普通家庭。1959年他才4岁，父母就带着他举家迁到香港，想在这片淘金地闯出一片天。可到了香港，他们人生地不熟，手头资金也有限，只能在油麻地庙街开了个小凉茶铺，勉强糊口。油麻地是什么地方？那时候的香港贫民窟，人口密集，鱼龙混杂，黑帮盘踞，晚上几伙人为了争地盘火拼是常事。为了生存，张家这个小铺子不得不依附当地黑帮，慢慢变成了一个小型赌博聚会场所。你想想，小小的张子强天天生活在这种环境里，耳濡目染，能不歪吗？他书念到初中就彻底放弃了，跑去混社会。12岁就因为打架被关进警局，16岁直接因为砍人差点被判刑，好在年纪小侥幸逃过一劫。张父看儿子这样堕落下去不是办法，咬牙花了大价钱把他送进一家有名的裁缝铺子，拜了个老师傅，想让他学一门手艺，将来能养活自己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个决定反而害了张子强一生。那位老师傅表面忠厚老实，背地里却是个混江湖的，跟当时道上有点名气的地头蛇胡继书关系密切。胡继书经常带着小弟出入裁缝铺，耀武扬威的样子让年幼的张子强羡慕的不行，他主动凑上去加入了胡继书的团伙。从那以后，他在黑道上越混越开，靠着胆大心狠慢慢爬到顶，甚至把胡继书挤成了2把手，自己当上了大哥。张子强可不是那种只知道打打杀杀的小混混，拦路抢劫那点小钱他根本看不上，他想要的是大钱快钱。1990年2月22日，他盯上了香港启德机场一批价值3000万港币的2500块劳力士手表。他提前打听到这批货的运输时间，带着手下持枪埋伏在机场货运站。运货车刚开过来，他们就冲上去逼停，2个蒙面人用手枪顶住驾驶室里的押运员，缴下武器，剩下的人迅速把货抢光，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，干净利落。香港警方赶到时，只剩一辆空车壳，他们查了半天，怀疑是张子强团伙干的，可愣是没找到证据，这案子就这么成了悬案。张子强的名字也开始在黑道上流传开来。可这只是个开胃菜，真正的重头戏还在后面。尝到甜头的张子强胃口越来越大。1991年7月12日，他让老婆罗艳芳潜入启德机场的安保公司，摸清了运钞车的内部情报。这天 1.7 亿港币要从机场转运出去，包括1700万美金和3500万港币，折算下来价值惊人。张子强带着5个手下提前埋伏在仓库区，装甲车一进来他们就动手。押运员有3个人，手持猎枪，可哪是张子强这帮人的对手？4个蒙面人加上没戴面罩的张子强，直接用冲锋枪逼退押运员，抢走所有钞票，扬长而去。这案子一出，全球轰动。香港作为东方的经济枢纽，机场安保竟然这么脆弱，简直像一张白纸。警方颜面尽失，出动大批警力调查，可还是没抓到证据。
直到有一天，一家银行报警，有个女客户的账户莫名多了41万不明港币，查下去发现，这女人正是张子强的老婆罗艳芳。顺着这条线，警方终于扯出张子强，加上一个押运员指认张子强抢劫时没戴面罩，他认出了那张脸。一审开庭，法庭上证据确凿，张子强被判了18年有期徒刑。可这家伙要是真老老实实坐牢10几年，也不会成为后来让香港富豪闻风丧胆的世纪贼王了。那他是怎么翻身的呢？原来警方手里除了押运员的口供，压根没什么物证。张子强和罗艳芳夫妻俩盯准了这点，罗艳芳花重金请了香港最有名的刑辩律师，咬死押运员的证词不可信，说不定是警方胁迫出来的伪证。同时他还召开记者会，当众掀起裙子，露出大腿上一道狰狞的伤疤，声泪俱下的控诉警方严刑逼供，说这伤疤就是警察用刀划的。这一招太狠了，香港民意沸腾，警方被舆论压得喘不过气。1995年6月23日，终审法庭开庭，迫于压力，宣布张子强无罪释放。他还不罢休，以被无理羁押2年为由，向警方索赔800万港币的精神损失费，硬是拿到了手。这操作真是无耻到极点。拿到800万的张子强彻底放飞自我。他开着一辆价值3000万港币的黄色兰博基尼跑车，带着记者到处炫耀，还控诉警方冤枉他，一时间成了香港的社会明星。可这家伙有个致命弱点，毒瘾太大。他最爱玩车，风光是有10几辆豪车，可这800万没多久就被他输得精光。钱没了，他的野心却更大了，他决定干一票更大的，目标直指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儿子。张子强买了本杂志，翻开香港10大富豪榜，第1名就是李嘉诚。他本来想直接绑李嘉诚，可转念一想，这老头是家族掌舵人，绑了他筹钱可能会拖时间，家里一乱反而不痛快，不如绑他儿子，既能敲出大钱，又能速战速决。目标锁定李泽钜，李氏家族的接班人。1996年5月23日，李泽钜下班回家，开车经过中环一条偏僻的单行道。张子强早才好了点，带着手下设下埋伏。2辆车一前一后夹住李泽钜的车，铁锤砸碎车窗， AK-47 冲锋枪一辆，李泽钜和司机瞬间被绑，塞进面包车后备箱，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，干净的像拍电影。他们把李泽钜带到一个废弃的养鸡场，张子强扒光他的衣服，只剩一条内裤，用铁链锁住，还亲了他一口，笑着说：“你真是我的金罐子。”然后让司机回去报信，自己却决定干一件更疯狂的事，单枪匹马闯进李嘉诚家里要钱。手下都傻眼了：“大哥，你一个人去，不怕有埋伏回不来？”张子强冷笑：“富人的命比钱贵，李嘉诚不会拿儿子冒险。我单刀赴会，就是要显诚意，他才会痛快给钱。”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香港深水湾，李嘉诚的豪宅坐落在半山腰上，张子强踩点无数次，早就轻车熟路。电话响起，他开门见山，找李嘉诚说话。李嘉诚淡定回应：“我就是。”张子强自报家门：“我叫张子强，李先生，想必你听过我。我亲自上门谈，欢迎吗？”李嘉诚语气稳如泰山：“非常欢迎，什么时候到？”张子强丢下一句：“我已经在路上了，你懂江湖规矩吧？”李嘉诚不慌不忙：“只要我儿子安全，我绝不报警。”张子强按响门铃，李嘉诚已经在客厅等着。他一进门就放大招：“李先生，把你家里的警察叫出来吧。”他在炸李嘉诚，试探有没有埋伏。
可李嘉诚笑了，我做生意一辈子，没什么成功的秘诀，但诚信从不打折。张先生不信，我带你看看。他亲自带张子强把豪宅的每一扇门都打开检查，没有警察，没有陷阱，只有空荡荡的房间。张子强满意了，点点头，俩人坐下开始谈条件。就在这时，门铃突然响了，张子强猛地跳起来，站到李嘉诚身后，手伸进口袋，随时准备挟持人质。李嘉诚也愣了一下，这么晚谁会来？佣人一看是个记者，原来张子强手下办事不牢，风声走漏了。佣人机灵，编了个谎，李公子车祸了，人没事，司机受伤。记者没挖到料，只好悻悻离开。张子强松了口气，端起咖啡继续谈，李嘉诚依然淡定从容。这场意外插曲反倒让这场谈判多了几分紧张刺激的味道。张子强先捧了一波，李先生，华人界的超人，我仰慕已久。10几年前我卖手表的时候还卖过1块给李老夫人，今天能跟你面谈，真是太荣幸了。李嘉诚谦虚回应，商海沉浮，谁都有机会。张子强叹了口气，可机会对每个人不一样啊。我读书少，没耐性，老婆也没背景，不像您娶了个富家女。我今年41岁了，人生太短，等不及一步步爬。所以他顿了顿，话锋一转，我替一个组织来的，弟兄们要吃饭，借20亿现金不过分吧？全部要现钞，不要新钞。李嘉诚听完皱了皱眉，淡然说：20亿现钞不好提，银行未必有这么多，我打个电话问问。张子强点头，好，快点，早解决，李公子就能早回家。李嘉诚当场给银行负责人打电话，确认最多只能凑出10亿。他放下电话，对张子强说：银行只有10亿，我家里还有4000万现金，全给你。张子强一听笑了，李先生痛快，我也痛快。10亿就10亿，这4000万听着不吉利，有个4，我退200万，只拿10.38亿。回去我保证不亏待你儿子。就这样，赎金敲定10.38亿。巧合的是，这数字正好是李嘉诚旗下长江基建的港股代码1038。第二天，张子强开着李家准备的大面包车，拉走5亿现金，下午4点再回来拿剩下的5.38亿。临走时，他上前握住李嘉诚的手，突然问：李先生，我们这样搞，你会恨我吗？李嘉诚面带微笑，淡然回答：我经常教育孩子要有狮子的力量，菩萨的心肠。我不恨你。张子强愣了一下，随即保证：我言而有信，拿了钱从此不会再扰李家。李嘉诚喊住他，郑重地说：张先生，这10亿够你3代人花了，买我公司的股票或者存银行，别再冒险了。张子强听完只是呵呵一笑，发动车子离开，探出头喊道：今晚李公子回家。当晚，李泽钜果然被蒙着眼送到铜锣湾怡东酒店门口，平安获释。张子强分到3.6亿，手下分了剩下的钱。可这事儿李家守口如瓶，整整10年没人知道。直到1998年，张子强因为另一桩案子被捕，审讯时他得意洋洋地爆料：10年前我找李嘉诚要了10亿，他当场给了。记者追着李嘉诚问：您为什么不报警？李嘉诚平静地说：我答应张先生不报警，诚信是我的第2生命。再问您恨他吗？他笑答：我教孩子要有雄心，也要有善心。我不恨他。那么为什么李嘉诚不报警？这绝对不是一句诚信就能简单概括的，我们得从几个角度好好拆解一下。首先，他是个父亲。儿子被绑架的那一刻，李嘉诚再有钱再有地位，也只是个担心孩子安危的老父亲。张子强在电话里威胁得很清楚，敢报警就撕票。这种悍匪的狠劲，李嘉诚心里有数，
报警可能直接害了李泽钜的命。他宁愿花钱买平安，也不愿拿儿子的命去赌。其次，他是个商人，考虑问题比普通人更深一层。李氏家族在香港是顶尖存在，绑架案要是公开，股价肯定暴跌，公司市值蒸发不说，家族声誉也会受重创，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。他选择私下解决，是为了保住家族的根基。但最关键的还是他的诚信原则。李嘉诚跟张子强当面承诺不报警就绝不食言，这不是软弱，而是他一生的信条。他后来回忆，我做生意几十年，靠的就是诚信2个字。答应的事，哪怕是对绑匪，我也不会反悔。他甚至坦言，当时张子强问他为什么这么冷静，他说这次是我错了，我们在香港这么有名，可一点防备都没有。我早上5点开车去新界打球，几辆车就能把我围住，我得好好检讨。这种反思和坦荡，一般人做不到。李嘉诚的诚信不仅救了儿子，还保住了家族的长期利益。这种智慧比报警更高明，也更值得学。拿到钱的张子强没听李嘉诚的劝，他赌瘾太大，3.6亿很快输得精光。他又翻开富豪榜，盯上了第2名郭炳湘，香港新鸿基地产的大佬。1997年9月25日，郭炳湘开着宝马出门，张子强团伙故技重施，在海滩道一个拐弯处设伏，面包车夹住目标，持枪托人塞进后备箱。他开口还是20亿，可郭家不像李家那么痛快，拖了6天没给答复。张子强火了，把郭炳湘脱光衣服，塞进一个只有小透气孔的木笼，不给吃喝，折磨了整整4天。郭炳湘扛不住了，打电话回家求救，是我实在受不了了。郭家东拼西凑，给了6亿赎人。张子强独吞3亿，可没多久又赌输了。这下香港富豪圈彻底炸了，第一富豪李嘉诚，第2富豪郭炳湘都被他绑了个遍，人人自危，生怕下一个轮到自己。张子强却越来越狂，他享受这种被恐惧包围的感觉，甚至计划再干一票更大的，绑架澳门赌王何鸿燊。为什么选何鸿燊？他好赌，觉得自己绑架赚来的钱有一大半都进了赌王的赌场，太亏了，必须敲一笔回来。可何鸿燊有个至交好友霍英东，内地人脉深厚，张子强有点忌惮，不敢直接下手。他不甘心，干脆1不做2不休。1998年从内地买了818公斤烈性炸药，2000支雷管，750米点火线，打算炸掉何鸿燊的办公大楼泄愤。据专家说，这堆炸药集中爆炸，能炸平一座几10层的大厦。可货刚运到香港鲤鱼门码头，就被警方查获。这下捅了马蜂窝，香港和内地联合追捕张子强。他先躲到老婆罗艳芳的老家东莞，6天后冒险去广州接团队的2号人物胡继书，结果在江门外海大桥收费站被广东警方抓了个正着。他在内地走私军火，证据确凿，这回罗艳芳再使不出操控舆论的招数。1998年12月5日，张子强被判死刑，第2天就被拉去执行。枪决那天戒备森严，防弹车押送，旁边还有几辆一样的车迷惑视线，绕着广东转了好几圈，最后在番禺一个刑场执行完毕。他穿着罗艳芳送来的皮尔卡丹西装，遗物里留下一张英文写的纸条 Please God that I leave this prison safely as I did in 1995。 上帝啊，请保佑我像1995年那样平安出狱。可惜这回上帝没帮他。张子强的妻子罗艳芳后来带着2个儿子跑去泰国，从此销声匿迹。有人说他每天送孩子上学学琴，像个普通人，可谁也不知道他心里的故事。张子强的人生是个悲剧，他小学没念完，却能说流利英语，熟知香港法律，有胆识有执行力，甚至在狱中还研究内地刑法，可惜全用在了歪路上。张子强若走正道，
未必不能成大事。可惜他选了捷径，最终自毁。这场对决，李嘉诚用智慧和诚信胜出，张子强却因贪婪葬送一切。再说李嘉诚，他不是天生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首富。1928年，他出生在广东潮州，家里曾是书香门第，曾祖父还是朝廷赏赐贡旗的8贡之一，族里文人辈出，学风浓厚。李嘉诚小时候聪慧爱读书，经常一个人躲在角落看一下午，梦想考状元。可1939年战乱来了，潮州沦陷，他14岁丧父，辍学挑起养家重担。一家人逃到香港，父亲靠苦力养家，母亲捡菜叶填肚子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可父亲临走前叮嘱他别放弃读书，他含泪离开学校，心里却暗暗发誓要自学成才。他在舅父的钟表店端茶扫地，每天早到打扫干净，比谁都勤奋。17岁去做销售，走街串巷推销五金和塑胶制品，凭着察言观色和自学英语，18岁当上部门经理，22岁升到总经理。1950年，他拿出积蓄加上借来的钱，总共5万港币，租了个厂房，开办长江塑料厂。他给公司取名长江，不是迷信风水，而是感慨长江不择细流的精神，提醒自己要谦逊。创业初期，他接单赚了点钱，可扩张太快导致资金短缺，订单堆积，质量却跟不上，客户退货差点让他破产。可他不认输，靠着塑料花的商机翻身，30岁成了香港塑胶大王。他教育儿子李泽楷做正直商人，别占人便宜。董事会拿9%比11%更赚，因为财源滚滚靠诚信。他说，管理学西方，做人学中国，谦虚忍耐是根本。这场绑架案不仅救回李泽钜，还成了他的教育传奇。为什么不报警？因为他是父亲，怕儿子有危险；因为他是商人，怕家族受损；更因为他信守诚信，把承诺看得比钱重。这不仅保住了儿子，也保住了李氏家族的未来。这场世纪对决，你怎么看？张子强的胆量和李嘉诚的智慧，谁更让你震撼？留言告诉我，如果是你，面对张子强会怎么选？关注我，我识才之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